我老公就是个变态，真希望他出门被车撞死。我老公天天打我女儿，我该怎么办？姐妹们，千万不要闪婚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人是鬼。我被性侵了，还险些被杀，我很想忘掉这些可怕的事，可我怎么也忘不掉。霸凌别人的人都该去死。NPD 才是最该死的。这就是我的办案思路。爸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顾队，那个 app 查的怎么样了？什么 app？一款叫“听他说”的 app。和幕后模仿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什么联系啊？齐小玲、林小爱、王媛媛还有徐丽，都曾经下载过那款 app。他们都在上面倾诉过自己的过往经历。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通过这个 app 选取目标。这款 app 的开发和运营都是周玉。我跟师傅审周玉的时候，周玉承认这个 app 是他做的，但他不肯交代清道夫的模仿犯和这个 app 的关联。这上面怎么会有容易的 IP？ 除了 IP， 还有其他指向他的线索。比如情杀张丽。秋晨。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。有事吗？安荣又来给你送饭了，你去试探下他，看看有什么突破口。荣仪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，他用那个 app 很正常，不代表他和清道夫就有关系，更不能证明他就是模仿犯。可是他有重大嫌疑。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那你爸呢？就在这儿，你当初怎么跟我说了？你说这个模仿犯跟清道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只要救出他，真相就会大白。但你别忘了，他也是清道夫案的受害者。他曾经被囚禁了1个月，还亲眼目睹清道夫杀了我爸。你告诉我，一个人的心理究竟要多扭曲，才能成为他最憎恨、最恐惧的那个人？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，但我们是警察，办案不能感情用事。你太激动了，等你冷静点再说吧。安荣，你曾是我最看好的学生，可你怎么会误入歧途？荣仪，嘿，小陈你来了。上次你给我带的馄饨啊，全让小翟他们吃了，我一个都没吃到。等你休息的时候，我去你家给你包。对了，荣仪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加入清道夫专案组了。小翟他们跟我说了，看来局里挺看重你的呀。但是我不管你加入哪儿，我只在乎你身体。你记得按时吃饭，别像你爸似的，一查起案子来就废寝忘食的。
又没吃饭，拿糖顶饱呢。说来也挺奇怪的，我原来特别不喜欢这个糖，总觉得有一股药味。但自从我爸去世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喜欢上了。这个糖还挺提神醒脑的。以前邱老师想戒烟，就经常吃这个糖。我们几个学生也都尝过，味道很特别。哎，荣妮，我最近也在看犯罪心理的书，想尝试分析一下这个模仿犯的犯罪动机。你有什么发现？我发现啊，这几个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这些凶手曾经都是受害者，而且他们的遭遇啊，也都挺让人同情的。所以我怀疑，这个模仿犯之所以帮助他们，是不是也是因为同情？我相信很多人听完赵文母女的故事，都会同情他们，包括我。我给晴晴做心理疏导的时候，也会带入我是赵文，我会想象，如果我是赵文，我是在多么无助、多么绝望的情况下，才会选择犯罪。其实每次见到晴晴，我心情都挺复杂。要不是我们抓了赵文，他也不会失去他唯一的庇护。他们也都是可怜人，只不过是想反抗，但选择了错误的方式，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。你放心吧，晴晴现在还不错，我每周都给她做心理疏导，她这个时间应该快到了。哎，对，还有一个事儿，你说这个模仿犯，他是不是也有一些不想回忆的经历？例如像我们这几个案件一样，家暴、性侵、校园暴力，甚至说是情感虐待。你先看看这本书，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投射性认同。清道夫有可能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射到了跟他类似受伤害的人身上，这样就可以诱导和指挥别人。研究表明 ，PTSD 患者暴力犯罪率会比普通人更高。安老师，邱同学来了。晴晴，最近怎么样？我很好，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1名。那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哥哥带你去吃。我还想吃上次那家拉面。好了，小陈，我先带他进去。没事吧，容颜？没事儿，坐时间长了腿麻了。你在这坐会儿啊。写完呀？写完了。写完了，这么厉害！我看看你拿了几本书来。晴晴，你先自己在这看一会儿书。小陈，你看看办公桌上有没有我的手机？哦，我找一下。
这。年纪大了，总爱忘东西，我先过去了。我们已经知道，10年前的清道夫是一名男性，但是我怀疑啊，这个清道夫模仿犯是一名女性。说说你的依据。首先，前3起案件的案发现场都出现了这个女书标识，她似乎不想隐藏自己的性别，当然啊，也不排除有意误导我们。其次，这几个案子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以女性为主，男性只有周玉这个模仿犯，他应该更能共情女性。第三，咱们这几个案子的起源啊，分别是家暴、性侵、校园暴力、情感虐待。受害者呢，基本上都是受过伤的女性，所以我猜测，这个模仿犯极有可能与这些受害者一样，有着相似的经历。晴晴，我每次看到你，都像看到小时候的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我也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也长大了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，安老师？我以后也想成为像你这样又漂亮又厉害的大人。我们晴晴本来就很漂亮很聪明，等你长大了，肯定比安老师更优秀更厉害。不，安老师，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好。晴晴，你要自信一点。你即使不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安老师，对不对？不要跟我分手，可以吗？你别再纠缠我，我只是无聊玩玩你而已。我告诉你，男人都是很现实的，不像你们女人满脑子情情爱爱。没爹没娘的玩意儿，装什么清高啊？姑娘，见过你妈妈吗？我认识你妈妈，我带你去找你妈妈好不好？这个人不止侵犯过你，据我所知，上个月他刚还侵犯过一个可怜女孩，给你个机会，亲手杀了她。你想让我加入你？没错，
你果然很聪明。他不仅伤害了你这么多年，他不知道伤害了多少跟你一样的孤儿。小陈，你应该认得这个地方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你一个人过来，我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你。你怎么先上来了？韩荣呢？不知道，我就比你早来了一步。看来他是跑了。走，赶紧通知队里，实施抓捕。邱老师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韩柔，到了现在，还要继续演下去吗？你已经走上了犯罪道路。安柔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只是想活着，我只是在维护建立的正义，这些有错吗？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吗？啊！法律就是底线，任何人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。安柔，回头吧，现在去自首还来得及啊！我是在主持公道，邱老师。邱老师，不然你加入我们吧，邱老师。你无药可救了，跟我回去。邱老师，不要！邱老师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，邱老师。你自己做选择吧。你放手！安柔，不能走，你不能一次错再错了，你必须去自首。你既然不愿意加入我们，你就放手！走，安柔，别逃了，去自首。
邱老师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你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爸，这里曾经到底发生过什么？容姨真的跟清道夫有关吗？小陈，别再往前走了。容姨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小陈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难道你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你想让我成为清道夫？这里是清道夫的终点，也是我走上这条路的起点。但是你应该也知道了，我患上渐冻症，时日不多了。小陈，你今天到这儿来，是为了抓我，还是帮我？顾一鸣，你一个人走进来，工厂内外我都装了炸弹，让外面的人别乱动。都别动，有炸弹，明白吗？没我的命令，谁都别动。你来干什么？为什么答应我？我要是告诉你，我还能见到容姨吗？韩荣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邱老师说过，法律就是底线，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，你忘了吗？法律？你跟我提法律？王媛媛、齐小玲、赵文母女被家暴的时候，法律在哪儿？林小爱、杨小梅被性侵的时候，法律又在哪儿？周玉被霸凌的时候，法律在哪儿？那些女孩被渣男情感操纵的时候，法律在哪儿？我遭遇这些的时候，法律在哪儿？法律？你跟我提法律？容姨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或许你和他们有着一样的经历，也曾陷入过无人帮助的境地，
所以你要用你的方式去帮助那些弱者，维护正义。我说的对吗？小陈，我就知道你能懂我。你父亲太迂腐了，可是你不一样，你破案的手法，你共情的能力都在他之上，你应该超越他。你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审判者，而不是所谓的法律和正义的走狗。安荣，你疯了！你想让秋晨也加入清道夫吗？顾一鸣，你跟你师傅一样愚。你别忘了，你当时明明有时间救邱老师，但是你没有。邱老师死在你的手里，你就不应该活着，你也应该死。容易，给我出来！容易，我加入清道夫。那你就杀了顾宇明，表明你的决心。秋晨，别上当，你要是走错了路，可就回不了头了。小陈，你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从你打赢顾宇明拿走他的配枪开始，你已经走上了这条路。你想想，顾宇明要是活着离开这里，他能反悔？你还能继续当警察吗？别乱动！你是想让你的兄弟们给你陪葬吗？看来我今天是要死在这儿了，就跟当年邱队一样。顾宇明，你闭嘴！小陈，我再给你1分钟时间。如果你不杀了他，我立刻引爆炸弹，杀了外面所有人。郭队，换作是你，你怎么选？换作是我根本不会来这儿。我不跟犯罪嫌疑人做交易，这是我和荣一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把枪给我，这是命令。你还想命令？你的命令救得了外面那些兄弟吗？别忘了你是个警察，别忘了你爸是怎么死的。闭嘴！你不配提他。好啊，打死我，打死我！就成为他这样的垃圾，永远躲在黑暗中，见不得光，相信蟑螂。秋晨，恭喜你！恭喜你完成了成为清道夫的第1步。杀死顾一鸣只是你的第1关，现在才是你的最终考验。我已经杀了顾宇明，还不能证明我想加入清道夫的决心吗？你刚才杀人，是因为形势所迫，或者说，是被我逼的。但我想要的，是你发自内心做出你的选择。清道夫真正的使命不是杀人，而是审判罪人。你还想让我审判谁？我10年前我就应该被审判，因为杀死你父亲的其实是我。
我也一直在等待着，等你加入清道夫，等你来审判我。为什么会是你？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杀邱老师。我本想着让他加入清道夫，我的法律和正义都是他教给我的，我以为我们是同一种人，但是我错了。他让我自首，就在这儿，他拿手铐要把我铐起来，我情急之下，我只能把他推了下去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任何人只要伤害到了别人，就应该被审判，包括清道夫本人。呀欢呀，以血还血，所以该审判的人是你。对，小陈，就是这样。清道夫面对有罪之人的时候不会心软。你已经杀了顾伟明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闭嘴！闭嘴！不要再说了！你愤怒了，你就应该愤怒。这是每一个加入清道夫必须要过的心理关，也是最难的一关。只有纯粹的正义之心，在审判罪人的时候，才不会心慈手软。小陈，来吧，审判开始。像娇子的，你跟你爸一样让我失望，你不该骗我。我一直拿你当亲人，你却拿我当一颗棋子。清道夫的位置就应该由你继承。清道夫只是杀人犯的代名词。杀人是为了正义，正义还是不正义，法律说了算。法律？去他妈的法律！打手，炸弹已经被拆除了，这回你跑不了了。那你们也太小瞧我了。追！我俩演得这么好，还是没骗我的。他没有亲友，你觉得他会跑哪儿去？他说晴晴的经历和他很像，而且一直把她当女儿。我觉得他走之前会去见晴晴。不行，我得马上派人盯着晴晴。老师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哎，喂，李老师，晴晴放学了吗？啊，没看到啊。啊，好，看到了。下车！我帮你跟老师请了个假，明天带你去玩好不好？嗯，安老师，我们玩什么呀？玩，你玩过剧本杀吗？没有。剧本杀是什么？好家，我们能吃什么？你去里面找一下。喂，师傅，我把晴晴跟丢了。是。上去。
师傅，市级报案中心刚刚收到了一条链接。来看。是晴晴，都怪我。秋神早就想到安仁会带走晴晴，我昨晚一直在校门口盯着，我没想到他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晴晴带走了。太嚣张了！你们看看，这是对我们警察乃至整个司法系统赤裸裸的挑衅。如果我们抓不住他，我们对得起我们身上这身警服吗？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吗？快去追踪信息来源。师傅，我已经查过了，信号经过了10几个国家的代理服务器，我根本查不到源头。继续查呀！这画面也看不出什么。把音轨降噪，把音频剥离出来。过滤掉呼吸声，背景音增强，大家安静。这是什么？噪音吗？大型机械。不是机器。每次震动间隔的时间大概是7分钟。7分钟。我市地铁2号线屏风西时7分钟。张局，根据这个震动频率，人质应该就在地铁2号线联系。2号线太长了，范围太广了。重新分析音频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声音。除了地铁的声音，任何声音都行。已经做过降噪了，现在背景的杂音很干净，除了地铁的声音，其他基本都是杂波。放大大波，分析模型。戴上耳机，把所有的声音都分辨出来。是滴水声。有一段很微弱的、频率固定的滴水声，每3秒一次。我市地铁2号线有没有常年渗水的记录？找到了，2号线 K17号隧道，5年前因为地面施工破坏了防水层，常年有地下渗水现象。维修报告显示是已经废弃的红星机械厂2号车间的地下泵房。同志们，对方要和我们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，他以为他是猫，但我们才是猎人。顾一鸣，到，你马上带人到红星机械厂2号车间的地下泵房，快！是。张局，我申请和顾队一起。我了解情形，能够快速的完成搜救工作。好，走。还有吗？你要喝可乐呀？不行。行，管够拿。
你说。师傅，对方发来一段新的监控视频，他把人质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。我把视频发给秋神。小翟，让专家放大画面，进行锐化和分析。这种均匀细腻的粉末，还有这些瓷砖断面的切割痕迹，是典型的陶瓷加工厂产生的粉质。那就是说，青青可能被关在瓷砖仓库，要不就是卖瓷砖的地方，或者说是一个废弃的瓷砖切割厂。这种工业环境下，墙壁最容易积满这种特制的陶瓷粉尘，而且那个标志很有可能来自切割设备，或者说是搬运工具。范围太大，能不能缩小范围？小翟，放大那个标志，再做一次图像增强，尝试匹配所有在城东区注册过的相关企业还有加工厂，包括已经注册报废的。这个技术组刚才试过了，数据库里没有完全匹配的。那就查老旧的工商档案，查产业园区的变迁记录，还有标志有磨损，很有可能是很多年前的老厂房。把这片区域所有相关企业资料都调集出来，越详细越好。然后和秋晨的分析做比对，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。张局，查到了，那个标志属于一家名叫海丰的瓷砖切割厂，在12年前就已经倒闭清算了。我还是觉得他有其他的目的，他可能不是真的想绑架邢青。那你觉得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为自己逃跑争取时间。晴晴呢？不用找了，晴晴应该不在这儿。他竟然真的想杀我！他早不是我们认识那个安柔了。喂，小翟。好，我现在看。光线这么昏暗，而且还有频闪，应该是老式纳灯。现在市区很少用，要么就是老厂房、老仓库。他说不定在哪个废弃的仓库里。你看，这种木板隔间，很像是用来堆放废旧电器的地方。还有这些白色碎屑，应该就是洗衣机外壳破碎后留下的塑料外壳。还有这些划痕，应该是废电箱拖拽的痕迹。小翟。陈哥，调查显示，这片区的好几家二手家电回收站都已经关停了。既然是用老式纳灯，那就从最老的一家回收站开始调查。飞马二手家电厂，他们还在用老式电路，能够匹配高压纳灯。张局，对方发来了9个视频，快打开。对，秋晨猜的没错，这些是安荣提前做好的假视频，目的就是迷惑我们，转移警力，给自己的逃亡争取更多时间。师傅，那晴晴到底在哪儿？
你再打电话给学校问问。喂，李老师，张晴晴现在在学校吗？什么？已经被送回学校了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还记得听他说那个 app 吗？那个 app 不仅是你选取目标的工具，更是你的人脉资源。部队，后边停。什么？后边停，那边我就不去了。你不去了？你们去找晴晴，我还觉得她要跑。为什么？陆路关卡重重，空中管制严格，我们都已经派人去了。他应该会选最传统、隐蔽的方式，而且他一直在把我们往成功的工业区引，所以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去诚信码头。诚信码头那么多，你怎么找啊？江城共有7个码头，其中2个是大型商贸港，监控严密；另外5个是老旧渔港和私人游艇码头。管理相对松散。小翟，你让技术人员交叉对比2批数据。第一批是听他说 app 当中所有的职业与船、渔业、航运还有码头管理有关的。第2批是24小时内所有的个人游艇、私人码头有非正常报备和活动异常。对，就这2批。哎，陈哥，有一个匹配项，一个名叫李红的渔船船主，曾是听他说的用户。西港区的港口监控显示，他的货船在今天傍晚卸完货后，没有像往常一样回港固定停泊，而是反常的移动到了监控盲区的7号废弃泊位。那我去了。安全第一。你也注意安全。保护好自己。王爷，别跑了，回头是岸。秋晨，我得了渐冻症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只是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等死，这都不行吗？你为什么还要拼？第一，你没有得渐冻症，那些病历还有诊断书都是你伪造的。第二，你也不会安静等死，你想去境外继续发展你的清道夫事业，你已经取得了外国国籍。一旦让你逃到公海，我们抓捕的难度就更大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所有的港口都已经被我们警方封锁，你跑不了了。是吗？那如果我拿你当人质，总能逼他们开出一条路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所有的港口都已经被我们警方封锁，你跑不了了。是吗？那如果我拿你当人质，总能逼他们开出一条路吧？你太让人伤心。你看看脚下。你干的？没错。你为了抓我，拿自己的命当赌注。对你来说这是赌注，但对我来说不是。我在化工厂就可以杀了你们，但是我没有。你为什么步步紧逼，就是不肯放过我？容姨，别忘了，就在今晚，你在海丰公司设下陷阱，想要杀我。那是想给你个教训，让你不要再执着了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会让自己被仇恨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的职责。职责？你知不知道，
如果一会儿这个船沉了，我们都会死在这儿。我当然知道，但如果让你跑了，会有更多的人因你而死。宁愿和你一起死，我也不会让你逃脱。真是天道好轮回呀！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。如果当时他肯放过我，我就不会把他推下去。你还配提我爸？我爸当年没有完成的事，我会继续做。但你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那就死在这儿。我死在这儿，总比接受你所谓的法律制裁要好。你分析的没错，我确实是在听他说 App 上筛选目标。除了已经实施的几个案子，我还给68个人做了完美的复仇计划。即使我死了，剩下的这些人还会继续复仇。我们会尽全力阻止犯罪发生，即便阻止不了，我们也会将所有的罪犯绳之以法。小陈，你和你爸比起来，你简直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。但是太可惜了，你们都不想加入清道夫。我很好奇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毕竟你隐藏的这么好。王屋村碎尸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我们调查了从情伤帐里挖出的那2具骸骨，检测出其中一个女孩是一个孤儿，在江城福利院长大。考上大学后，有一个人曾定期资助他，而那个资助人就是你。那个孩子很好，他很懂得感恩。每逢节假日，他都会给我打电话问候我。所以当他失联3个月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他出了意外。我想方设法地调查他的下落。后来他室友告诉我，他去了一个叫王屋村的地方。我到那里没有找到他，但是遇到了逃出来的李招娣，也就是后来的林小爱。救救我！起初我以为只是一个巧合，因为你资助了不止一个孤儿和贫困生，对赵文的女儿也关爱有加。直到那天我们去吃饭，晴晴，你想吃什么？哥哥给你点。我要大份拉面，要多加面、多加肉、多加汤。那不就是2份吗？1份。老板，2份拉面。好嘞。哎，今天作业写了没？写了呀。让我看看。所以就凭这2个小细节，就怀疑我有问题。我走访了你待过的福利院、高中、大学，了解了你过往的一切。这几个案子，一直有一个人在背后操控，所以我们断定，那个背后策划者极有可能和凶手有
顾玉明，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问吧。我对邱老师付出这么多，他真的没有动过心吗？邱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记不记得，有一天下大雨，你给他送馄饨，他没有吃，让你回去，你很伤心。事后我问过他，为什么不能接受？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看电影啊，师傅。邱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没吃饭，特意给你做了馄饨。阿肉，我的心意我明了。不过呢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以后不要来了，我没时间吃饭。好。可是我，邱老师，师傅，你要有事的话，改天再看也行。这雨也挺大了，没事说好看电影，你等一会儿，啊，等着。邱老师，你有时间去跟他们看电影，我没有时间吃我给您做的馄饨吗？阿肉。阿热，我想跟你说，我跟你绝对没有本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真的。潘柔，老邱，你给人女孩伤了，不好了。是啊，你这心太狠啊！那爸，我要是心不狠，我以后就会伤害她。我什么年龄了，还带着一孩子，人家呢这么年轻，未来路还长着呢，值得更好的。你懂什么？你懂？就这样吧。他说你很年轻，未来的路很长。他不想耽误你。你刚才说那个孩子懂得感恩，那你呢？你懂得感恩吗？师父到死之前都在想着如何保护你，你却执迷不悟，亲手害死他。什么？保护我？你撒谎！你们都撒谎！他保护的是迂腐的法律，是他的可笑的面子。你们都在撒谎，他怎么可能会保护我？他早就接纳你了，只不过不是以你想要的方式。我和我爸早就把你当家人了。哦，晨晨，来，爸爸，想爸爸了吗？小了，哎呦，那我问问，怎么想的？
阿荣，谢谢你啊，帮我照顾晨晨。没事儿，快进去吧。走吧。哎呀妈呀！就该听话了。听话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晨晨，许个愿。希望我能一直跟爸爸还有荣姨在一起。最不肯接纳的是你自己。安荣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爸，清道夫的案子破了，不用担心了。以后我也会好好生活的。